说到台湾最知名度的小吃，怎么可以少了鼎泰丰的小笼包？18折薄嫩的面皮包裹着满满汤汁的鲜美内馅，征服了无数饕客的味蕾。除了小笼包、排骨饭、红油抄手这些经典款外，员工们心中还有不少隐藏版的推荐。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看最懂鼎泰丰菜单的内行人员工们会推荐哪一些私房必点好料吧。芊芊啊，爱记起赞购、起订阅，先刷介绍给你所有的朋友哦。嗨，大家好，我是美食水芊芊。今天呢，我刚开场就把我的耳环掉到我的洋装里面，这不知道怎么掉的，掉到我洋装里面了。今天呢，我们要来开箱一个蛮特别的东西。如果大家有外国朋友来的时候，大家会带他来吃什么？我自己个人呢，一定会带他来吃鼎泰丰，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它品质非常的稳定。但是呢，大家一定会想说，可是鼎泰丰开箱，难道你今天要开红油抄手或是排骨炒饭吗？这不是很常见吗？没有，因为最近呢，推特上面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很常滑到鼎泰丰员工分享他们的员工餐以及员工私心推荐的餐点。而且我今天总共收集了14样14行，我们就来试试看，说它的味道究竟有没有比那些我们常见热门品项还要再厉害。我们现在呢在新生店，人真的超级多，而且我觉得他们这边有一个蛮贴心的地方，这边游客非常多，我觉得我很像才是那个外国人，你知道吗？他这边还有附就是可以给你放行李箱、婴儿车等等的，我觉得还蛮贴心的。我们就开箱呗。哇，不愧是热门的鼎泰丰，整条路就只有这边人最多。太多人了吧？怎么会只有这个卖完？他这边扫码点餐，支书在告诉我要换手机啊！我居然对到了。他们有推香酥虾饼、凉拌云耳、丝瓜虾仁小笼包。据说时蔬蛋炒饭就是它的人气比排骨蛋炒饭好。好，14道菜会不会太多？我光点餐就花了6分钟。但我真的要大推一下，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新生店，我之前都是去101店或是A43，哇，很漂亮。在等待过程中，跟大家讲一个冷知识，会不会全世界人都知道？鼎泰丰因为他们很多游客会来嘛，所以他们胸前有那个国旗的徽章，就代表他会讲那个国家的语言。发现这间店可能真的游客蛮多，我看到蛮多人胸前是有3个徽章，就是会讲中文、韩文跟日文，超强。我们现在一一上桌，上菜速度非常的快。我觉得有一点蛮神奇的地方，就是上桌的时候，其实绍兴味最重的是苋菜腐竹，因为它同时上桌，有点搞不清楚，就一进闻没有。哇，这个给大家看一下。我私心是蛮喜欢吃苋菜的，因为没有为什么，就是因为我很喜欢。还以为要讲什么。它切的大小是让人方便入口的，夹起来也不会那种干的。你们现在一定想说，好近的青菜到底要干嘛？你夹起来的一瞬间，对不对？你有闻到吗？它的酒味实在太重，我没办法避开它。真好吃！我跟你讲，苋菜是非常营养的东西，很推荐大家每次可以多点。它就跟菠菜一样，非常营养，甚至还比菠菜营养。它是夏天出的，它的产季也差不多到10月，所以大家就是看一下就好。蒜味、香味、油味，然后跟菜的嫩味都刚刚好，而且我很喜欢它绍兴很浓，但又不会到太刺激，圆圆包起来的感觉。像我现在先来吃这个香酥虾饼，因为呢这是油炸的，油炸的一定要马上先吃。他们的员工对这个的介绍，我觉得还蛮酷的，是说他刚进来的时候不知道什么东西怎么会这么的香，然后后来才发现原来是香酥虾饼。香酥虾饼真是我没有看影片，我真的完全不会主动点它。哦，因为旁边有一个，我在猜最近是不是很多人点？他有说他完全没有加鱼浆，可是它的口感是 QQ 软软嫩嫩的，也蛮好吃的。它其实单吃的咸味就还蛮够的，它是好吃的，但我比较喜欢，因为以前大家不是都会鼎泰丰就会推红油抄手，然后排骨饭什么之类的，没有，金马弄洗鸡嘞，因为你点了不会生气，是好吃的，而且蛮香的，而且味道很细致。谢谢。丝瓜虾仁炒，丝瓜，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但我很常这样，就是上桌的时候，因为我耳背的太严重，我很常会哈到最后呢，我会有点不好意思，所以我就是都会先假装我听懂，然后就问一下旁边说他刚说什么，抱歉了。丝瓜丝瓜虾仁，
怎么办呢？丝瓜虾仁小笼包，我觉得它这点很贴心，是因为它可能真的很多游客来，所以它可以单点5颗或是10颗。我现在就是只有点5颗，先给大家一个和面，哇，皮好薄。哇，很好吃哎，超甜。你吃一颗。我觉得比肉的小笼包好吃哎，它的丝瓜超级甜，一靠近啊，你就闻到那个丝瓜甜。我一戳出来那个丝瓜水，不要加酱，不要加酱，浪费。你赶快吃一个，很好吃。怎么可以只有点5颗啊？我真的是公公呢，因为它的鲜很刚好，然后里面的虾子又还蛮大只的，皮又很薄，一咬下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天哪，越吃越好吃。越吃啊，它那个嘴巴里面就有那种鲜味，然后因为它外皮啊炸得非常的薄，所以你在咬的时候，我现在是先吃完其他再回来吃它，它还是脆的，见鬼了。鲜鱼蒸饺，这让我想到我们之前拍的山东小馆，就要轻轻的拿起来，因为它皮超薄。这个蘸酱，先咬一口让它汁有点出来，然后再加一点姜丝。有没有吃一下？它入口的时候啊，鱼的鲜甜味是香甜的，但是浓郁，可是又不会有完全不会有车味。然后里面有放荸荠，可它荸荠切的蛮小块的，所以你在咬的时候，它存在感不会到太重，所以你还是感觉到鱼肉的细致的那个口感，然后再加上荸荠，就是有增加不一样的层次，我觉得很好吃哎。因为他刚刚有建议说这个要沾酱，可是我觉得其实也可以不用沾哎，因为它本身的甜味我觉得就还蛮棒的了。我们先咬破一小口，然后吸汤吃汤汁，然后再一起吃。咬的时候揪那种感觉是我最喜欢的。可是丝瓜跟这个比起来，我比较喜欢丝瓜多一点点。好想要再来一笼丝瓜。我们速速先来吃炒饭，然后炒饭它的那个员工推荐影片里面有据说它的人气程度没有输很热门的原味的蛋炒饭，所以很多人会点它的时蔬，然后另外再加点它的那个排骨。我们才刚拍完炒饭特辑哦，我们是很严格的哦。对面有个外国人帅，而且他自己一个人来。这时候如果我们是英文非常好，就会问他说要不要蛋饺。哎，你看它这个，你们来吃看它味道怎么样。时蔬里面有加木耳、豆子、芹菜，它有点像江浙菜，不是有那个菜饭吗？我很喜欢吃那一类的菜饭。好吃哎！如果是以我个人口味，它跟我们拍的那个炒饭系列很不一样，因为我们拍的炒饭系列都是比较重口味的，然后锅气比较重的。它这个是湿润，每一口都会咬到不同蔬菜的口感，饭是粒粒分明的，而且它湿润之余不会软烂，蛮神奇的。而且我很喜欢它里面每一个蔬菜它都有不同的意义在，因为豆子咬了会有它自己的口感，木耳也是，你不会有噎住的感觉，因为它菜的那个味道各自都不会到太强。我觉得蛋香很它的蛋香很明显，所以这对我来说是完全长在我喜好上的。我觉得员工很会推荐。我上次来可能之后的炒饭都会点成时蔬了。大家都会去哪里买白饭呢？以前小时候我们家都是去米行，然后长大之后就是超市，偶尔出国的话看到比较不错的米会另外买。题外话，我最近买了一个不好吃的米，2公斤，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觉得咱们不一定要加点排骨哎，这个如果点虾酥，我觉得应该会更搭。绍兴醉鸡真的太神秘了，因为推荐的都说它酒味很浓，我们就来感受一下酒味有多浓。因为我觉得现菜的更浓，你看它切超细的。其实冷盘的醉鸡比较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它没有那个苦味，然后也没有那个尾韵的鸡膻味，我觉得加分。因为冷盘很吃鸡肉，就是新不新鲜，它是 OK 的，但是就是我喜欢吃热的。哦，对，它没有冻。我刚说它没有苦味，它其实有，那有那股绍兴尾韵会带有一点点那种苦感，可是有些人是喜欢那个味道的。不过配饭很棒哎。它的糖醋排骨也是冷盘，超美。
很好吃，酸酸甜甜的，它的酸不会直奔你脑门，刚刚好的酸，就有点蜜饯的香味。哇，它连旁边的蜜饯也好好吃，因为通常开胃前菜很多人都会做比较随性，这个就很好吃，而且它肉也很嫩，就有口感，然后有带一点点筋，所以你还吃得到那个油脂的香味。吃完要再回去配那个烧心醉鸡，有酒。搭很好吃，这道很有水准，有生津感。这道其实也不是我主动会想点的，就意外的真的蛮好吃的。哇，这个下次来我应该会点它。有带筋的地方好好吃，没带筋的地方也好香。接下来就是凉拌云耳，很酸，那个醋的味道很冲。非常的开胃，我刚刚应该要先吃它，因为我想要冷盘比较不会有热度的问题，所以我想要先吃其他的。它比你常见吃到的那种醋溜的那种酸还要再更酸。然后因为它用的是云耳，我感觉是能带脆，很棒。这一定要分食，第一口开胃，第二口就有点太酸。那醋很香哎，我发现来吃鼎泰丰很多韩国人，其实都是日韩比较多，这间韩国比例真的比较高。我要把这个吃完了。好好吃，大家来要点糖醋排骨哦。我要来吃我的湖州粽了，湖州粽就是一定要这样子。我是不是切得很丑啊？我超爱湖州粽，我就喜欢里面的五花跟我直球对决，给它粘住了。救命啊！它这个是肥瘦比例比较刚好的那一种，然后它里面的五花肉啊，它是放那种有腌制过的，胡椒味其实有点重，而且我觉得它吃起来有点像我们平常在吃的那种切片腊肉的那个调味，可是它的口感不是腊肉，就是五花肉比较嫩的一点口感。它的内馅虽然比较不是我的菜，但我觉得如果大家怕吃肥肉，你可以点它，因为我觉得应该蛮多外国游客其实对于五花的那种肥肉会有点害怕。然后我非常的喜欢吃它外面的糯米，是那种短的、黏的，然后咬一咬很香的。这是不是比较像南部粽啊？这一块就会是我喜欢的。你有看那个皮吗？前面几口的湖州粽，我会选择分享给别人；最后一口充满肥肉的那一块，我会选择自己吃，因为它的那个化的程度刚刚好，一咬下去它就渗进去那个米饭里面的。它如果有出那种纯肥肉湖州粽，我一定会买。我爱鲜菜，而且它绍兴挥发的小孩子应该可以吃。挥发之后甜度就会很高，很棒。管酒入菜还是很棒的，推荐大家。它吃到后面会酸，可是我刚刚在吃湖州粽，吃回来就觉得很解腻。我们先进入到我们汤的趴，汤点了2个苦瓜排骨，然后跟原中鸡汤。他有特别说，他这个是可以选你要腿肉还是什么部位的肉，但我刚刚没有特别选。哇，这肉其实蛮多块的，因为我很会煮鸡汤，所以我对鸡汤很挑，而且它的汤很清澈，这一点我觉得就已经很加分了。但我喜欢吃浓厚的汤，讲屁话。好喝的鸡汤，但我喜欢油香，鸡油香再重一点点的。它的鸡汤你喝下去之后，你的口腔尾巴会有一点鸡的甜味。可以点，而且它里面肉算放的蛮多的了，小小一盅，我记得200多块，但是我觉得它有给出它的品质，但肉有点干。不过它的腿就有带皮的地方都很嫩。接下来来到我们的苦瓜排骨汤了，哎呦，哎呦，然后再夹个排骨给大家看一下。我先说，它排骨看起来超级好吃。我们通常印象中的苦瓜排骨汤不是都是白的苦瓜吗？可是它是用这种绿的苦瓜。现在吃一下它，我跟你讲，大家真的不要怕他们的苦瓜，因为他们的苦瓜苦感其实不会很重，它是那种尾韵有点那种清香带苦的，有点口感呢。而且因为它的放在那个排骨汤里面嘛，放一阵子，所以你在吃下去的时候，它会有点像海绵吸饱了汤汁，咬的时候就揪一下的那种感觉。来了，我最喜欢的排骨，我来看一下这个排骨怎么样，因为它看起来带筋，感觉就很好吃。它排骨超好吃，带筋，很软嫩，然后你在咬的时候，除了有点化掉感，它的肉又不会干，
如果是会怕喝排骨汤的人，不用担心，你就点吧，因为它只有一点点的苦感，其他都是那个排骨肉汤的那个甜味。不过我觉得这应该是长辈会喜欢的。两个汤品，我私心比较喜欢苦瓜排骨汤，但主要是因为它的苦瓜跟它的那个排骨都是我喜欢的味道。纯粹汤来说，我会比较喜欢鸡汤的味道，所以我觉得大家来可以点它的苦瓜排骨汤试试看。来，我们的甜甜的来喽，咻！真的好烫。甜点我们点了流沙巧克力跟糖水汤圆。其实迷你巧克力包我有吃过，但我们先来吃它的汤圆，因为呢这两个才是太烫了。我第一次点糖水汤圆，因为我非常的喜欢鼎泰丰的酒酿汤圆，然后我第一次喝就屌了，就再也没点过它的糖水。而且我跟你说，它一上桌的时候有一股甜甜的味道，真的不要说我夸张，你闻它，你有闻到那个糖清甜的那个味道。蚂蚁要来喽！这里面是不是有加蜂蜜啊？蜂蜜糖水感哎，因为我又想到我们在墨尔本吃到那个 Montfort 的蜂蜜，它是一个特殊品种的蜂蜜，所以它会有一股花香。再来是它的汤圆，它的汤圆是芝麻的，而且很饱满。大家最常吃的汤圆应该是桂冠的那种芝麻汤圆，它比桂冠芝麻汤圆的皮稍微再有口感，再 Q 一点点，内馅的甜度比较没那么高，芝麻馅的那个刷的比例比较高一点点。我觉得一人一颗。我本身呢是可以吃汤圆的，可我对 QQ 软软的东西比较不在行。我还是会点酒酿，可是我觉得糖水大家也可以试试看。出乎我意料，我觉得蛮大人的，蛮长辈的。他们的枸杞真好吃，好想跟他们买。接下来是我们的流沙了，可是你说你都会点对不对？这个超好吃。气话忍不住再讲超好吃，那给你一颗，先分享。而且我觉得现在热度刚刚好。这是巧克力，这个是迷你巧克力包。这个呢就会让我想到立旭的 vlog 里面会有出现的。我还蛮喜欢的，因为它是苦甜的巧克力，它是贵的巧克力，吃得出来。然后因为它外皮太 Q 感，然后它本身那个面皮啊，又带一点香味，跟巧克力合起来，其实意外蛮搭的哎。我以前第一次吃，我觉得比较还好，不知道是年纪。很 Q 哎，为什么这么 Q？ 它里面是不是有麻糬啊？它可以单点2颗就好，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我们来吃看这个流沙包，这个就没错了吧？哦，你看它这个，你有看到它这个丝的那个？吓一跳哎！你后面外国人吃到就放空，他桌上还摆了一个18粒生皮，他是不是点太多了？好，对不起，我们不要这样。很漂亮哎！咸香带点甜味，然后甜感又不会到太多，它里面那个蛋黄的那个刷感很香。对我来说，我觉得比我之前吃到的其他流沙包一个蛮棒的特色是它的皮很 Q， 所以咬起来其实蛮香的。他开始动筷子了，我只是想跟他说，他可能真的点太多，可是他筷子用很好。吃完了鼎泰丰员工推荐的品项，整体而言呢，我自己如果下次来，我会再点的凉拌云耳跟糖醋排骨。但是如果这2个开胃菜只能选一个，我会选糖醋排骨，因为我觉得它酸酸甜甜的排骨味道又很棒，是有入味又不会干，真的很好吃。然后它的时蔬蛋炒饭跟丝瓜虾仁小笼包，其实它的鲜鱼蒸饺我也会点的。反正因为它可以选5颗的点，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各5颗试试看，因为它其实味道是细致的，可它对我来说比较不是可以吃多的那种类型，它很像每一口都是一个高汤的一个汁记，我自己蛮喜欢的。然后再来的话，我觉得它现在腐竹的绍兴酒香很棒，是因为它煮到挥发，所以它的那个甜感真的还蛮重的。不过因为它现在10月了，我觉得接下来大家可以点它的豆苗，因为我觉得鼎泰丰的豆苗也很好吃。自己这一次来，不愧是真的是员工推荐，因为真的蛮多品项会让我觉得，哦哟，我下次来可以改点这个，因为就像炒饭，我之后就都会点成时蔬蛋炒饭，所以我觉得大家其他有兴趣的都可以试试看。这支影片呢，我自己私心
听还蛮喜欢的，因为就是真的是跟着员工推荐来试试看。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后会不会想要来试试看，或者是你有其他推荐，可能像鼎泰丰类似的餐厅，然后你是里面的员工，觉得哪一个东西是必点的，也可以留言跟我们分享。今天影片就到这，大家拜拜。这里其实真的非常多游客，刚刚就有一个日本人就自己一个人旅行，然后就桌上点了一桌跟点一罐啤酒，独旅，然后这种方式其实我觉得蛮棒的，会很想要忍不住跟他搭话，可是以我的日文程度，可能就是大概是这种感觉。然后我讲到一半，旁边的人还给丢，什么意思？